小家伙。粉老那淡金色的瞳孔凝视着面色苍白不堪的萧炎，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道神圣的金光，瞬间他的瞳孔宛如可以探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角。然后他的手指一掐，似乎在运算着什么。片刻之后，粉老瞳孔中的神圣金光消散，而他的表情也逐渐地开始平静下来。小家伙，坚持住，你们死不了。粉老的话语一出，原本就已经承受不住造化规则压迫冲击的萧炎感到了疑惑，心想着粉老还有后招。萧炎立马用尽自身所有的力气，勉强的挤出几个字道：粉老，你还有什么底牌，快点施展出来，我也坚持不住了。我的道体已经在萧炎话语还未说完之际，丹神塔的小世界中一直肃静的修行圣地突兀的被一股不可言喻的光芒所打破，光芒璀璨至极，仿佛汇聚了万千星辰的辉光，从中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霎时间，整个小世界的气氛骤变，原本平静的空气仿佛被撕裂，卷起了层层空间的波纹。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以及天军神战队所有人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就变得凝重起来，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力量中蕴含的毁灭性气息，即便是金地天盟主这般修为高深的存在，也不由得心生一丝惊悸。这股气息难道是……金地天盟主突然想到了什么，现在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不可置信的想法，或许丹神塔今日恐怕不会消失在神州，甚至丹神塔的底蕴也将会更上一层楼，甚至丹神塔的命运都将因此刻的变故而彻底的改变。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中，一道神光如同一柄锋利的剑刃，轻易地切割开了小世界的空间，降临在丹神塔身之前。随着这道神光的降临，四周的天地规则仿佛受到了牵引，开始扭曲变换，空间波动愈发剧烈，仿佛下一刻就要在这道规则之下彻底的崩溃。一股无形的波动以神光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疯狂扩散，将原本稳固的天地冲击得支离破碎。周围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原本清晰的景物此刻如同涂抹在水中的墨迹，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轮廓，但是也诞生出了新世界的规则之法。这一刻，整个丹神塔的上空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操纵，扭曲、破碎、重组，不断上演着空间的破灭以及再生。天地似乎失去了原本的颜色，这一道突然爆发出来的规则之法怒涛汹涌而来，与金地天盟主的规则之法激烈碰撞，造化之光四射，而造化之光所过处所有的力量都会被吞噬分解。造化与造化的相争宛如开天辟地，让在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两道规则如两条桀骜不驯的巨龙，在虚空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造化之光冲击着周围的一切，却在那强大的操控下被巧妙地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破坏。最终，两道造化规则之法皆是相互抵挡消散而去，恢复了原本的天地规则。随着两道造化之法的逐渐消散，一道深邃的声音如晨钟暮鼓般回荡在这片空间。想要动老夫的亲传弟子，金地天真是好大的威风啊！声音中蕴含着无尽的霸气与神威。随之，一道身影从那余晖中渐渐清晰，它如同幻影一般模糊，却让人感到一种超然的气度。这道身影的出现，让原本混乱的天地顿时有了秩序。在所有神奇强者的紧张注视下，那道模糊的身影也渐渐清晰起来，它的轮廓逐渐分明，每一分变化都透露出一种无法言喻的造化神威。当所有的光芒最终消散后，那道熟悉高大的身影清晰地呈现在所有神奇强者的面前。他正是一直在闭关冲击的丹神塔塔主，也就是萧炎的九品药神师傅。塔主身着一袭流转着淡淡金丝的白衫，仿若云中仙人降临尘世，白发如霜，随意披散在宽阔的肩膀上，似有岁月的沧桑，又透着不与世俗相争的淡泊。他手握一根非同凡响的拐杖，杖身上雕刻着复杂的纹路，每一笔都透露出神秘和威严。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拐杖，而是他的姓，是他行走在世间，与众生分享九品药神的玄妙象征。见此拐杖，如见九品药神本尊。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眉心间有着一道印记，熠熠生辉，印出九品药神的尊贵的标志，代表着他对自身丹道的领悟造诣。如今他的印记更为的浓郁一些，散发着一股丹香之息，这些丹香之息在其周身环绕，仅仅只是纹上一纹都能够让血液澎湃，仿佛对丹道的领悟更为精髓。师父，你终于顺利出关了。萧炎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之后，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并且他感受到自己师父此时的气息已经不再是大道极限主神的实力，而是有金地天盟主一样顺利超脱大道极限，登临造化。丹神塔也终于有一位造化主神坐镇，那么今日即便是神奇联盟倾巢而出，甚至金地天盟主亲自率领天军神战队，也不可能在一位造化主神面前轻松地铲除整个丹神塔。我的亲传弟子果然没有让为师失望，还有你的两位兄弟表现得非常出色。丹神塔塔主已经没有了大道气息，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玄奥的造化气息。果然是你这老家伙，竟然顺利突破造化之境，这怎么可能？金地天盟主的话语
似乎在空气中回荡，带着难以置信的声音。他闭关突破造化之境所经历了万年载的岁月，可眼前的丹神塔塔主却是竟然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就能够成功突破，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金地天盟主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交织，震惊的同时甚至带着羡慕与一丝丝难以察觉的嫉妒。丹神塔塔主宁静如水，他的心中似乎看出了金地天盟主对自己突破造化之境的质疑，旋即微微一笑，那笑容中透露出一丝超然和淡然。金地天，老夫早就突破到了大道极限，已经有100万载的时间了。塔主缓缓开口，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深沉的力量。之前一直没有突破，就是因为我还差一道造化契机，而有了我这位亲传弟子帮我炼制的菩提造化丹后，那道造化契机也是让我填补上了。冲破大道极限屏障的契机，以丹道引动大道之上更为玄奥的造化规则。虽然如今的大咒已经不是千万年前的天古纪元，想要登临造化难之又难，可是这枚菩提造化丹乃是无上丹方中的最高等级神丹，它也是我唯一获得造化契机得以成功登临造化之境。当然，这可不是所有人都服用了这枚菩提造化丹都能够与我一样顺利突破，因为我所修炼的丹道刚好与菩提造化丹产生大道之间的独特共鸣，才打破了3个大道可以冲击造化之境的魔咒。我承认你的那个方法我做不到，而我的方法你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如今的我也是一位造化主神。塔主的声音平缓而有力，每一个字都似乎蕴含着深奥的哲理。你想要铲除丹神塔的野心已经不能实现了，今日你伤我亲传弟子，伤我丹神塔众多弟子，这个仇不报的话恐怕是不可能了。金地天盟主的眼中闪过一丝金芒，他知道眼前的丹神塔塔主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大道主神，而是有自己同境界的造化主神。金地天盟主的目光此时偏向看着下方早已受伤的萧炎身上，心中的不满愈发强烈。造化之境还是他花费了万年时间才成功突破的境界，而塔主竟然在短短数年间就借助这位叫萧炎的亲传弟子所炼制的菩提造化丹，找到了那道通往登临造化之境的绝佳契机。他不满，他不甘。是你该死！原本这一次要不是塔主冲击造化之境，他铲除丹神塔后统一万界的野心早已经实现。他对萧炎恨之入骨，杀心起伏，他的那双眼眸中没有了之前的神圣之气弥漫，然而被决然杀意所填满。金地天盟主的目光如刀锋一般锐利，一股肃杀之气从他身上喷薄而出，他的手掌微微抬起，空气中开始凝聚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之感。紧接着，金地天盟主身体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周身的造化神力如同被激活的天雷，轰鸣着汇聚成一道璀璨的神光。这道神光瞬间洞穿虚空，撕裂天地，直至萧炎。他的速度之快，让的空气都被划开了一道道细长的痕迹。萧炎措手不及，他知道一旦被这道神光击中，自己的道体和神魂都将会瞬间化为虚无。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塔主的身影如幻影般出现在萧炎身前。他身姿挺拔，一袭长衫在风中飘扬，他的出现仿佛给混乱的世界规则带来了一丝秩序。他那平静的目光中蕴含着与天地共鸣的深邃。就在神光即将触及萧炎的一刹那，他轻挥衣袖，一股与天地共鸣的造化气息散发开来，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硬生生地将那道神光抵挡住，护住了萧炎。而站在自己塔主师傅身后的萧炎，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塔主师傅那高大的身影。塔主身披宽大的衣袍，随着每一道风力飘过，衣摆随风飘扬，身上散发着无比玄奥的气息，仿佛天地间的规则尽在他掌握之中。老夫的亲传弟子也感动，即便是你金地天也不行。丹神塔塔主的声音如同洪钟大雨，响彻天地。他的背后似有无形的力量在涌动，那是玄奥的造化神力。这股力量在丹神塔塔主的周身浮现出无数闪烁的符文，神秘而莫测。然而就在这时，萧炎的心中仿佛回荡着另一个声音，那是要老昔日的教诲与保护。斗气大陆上的往事如画卷般展开，药老的身影如同眼前塔主师傅一般坚不可摧，为年轻时的萧炎挡下了无数风雨。就在这一刻，丹神塔塔主突然眼神一凝，那满布符文的双手猛地挥出，一股无形的能量波澜壮阔的激荡开来，与盟主那道几乎能撕裂空间的神光攻势持续的对碰在一起。光芒与力量的交汇，直接将时间凝固，一切都在这一瞬间静止了下来。随着塔主的发力，两道造化攻势在电光火石间，在丹神塔塔主和金地天盟主之间的虚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直至吞噬了周围的一切能量后，丹神塔塔主的造化符文光芒与金地天盟主的神光攻势也彼此相互抵消而去。眼见自己攻击又被阻挡，金地天盟主的脸色阴沉如水，他恶狠狠地盯着丹神塔塔主，那股不甘心的气势仿佛要将他应声撕裂。
而丹神塔塔主依旧巍然不动，如同一座历经千百年沧桑的古塔，无论风雨雷电，始终屹立不倒。